大家好，我是哲嘉，今天继续来教大家 OpenSpec。那上一集有讲这个 change 和 specs，那还有这个 config 点 YAML 还没有讲。那这个呢，就是很类似那个 GitHub Spacey 的 constitution，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OpenSpec 它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为这个做设定。像 Spacey 它就是在一开始就会要求你先做 init 生成这个 constitution。那这个性质其实跟那个 AgentsLD 很重复，那就是有相同的内容，但是你可能可以额外再写一些专门针对 Spacey 的一些规则这样。那 config 点 YAML 它就是让你去针对这个 OpenSpec 这个工具，看你想要再给它一些什么规范，所以就没有像Spacey 的 Constitution 这么重复，就是看 AgentsLD 一样，都是会去先扫你这整个专案，然后了解你这些专案的架构，然后写在里面。那 config 这边就是单纯记录你想针对这个 OpenSpec 的规则。在实际工作中，当我们的专案越做越多功能，那偏离就是一开始生的 AgentsLD 越来越远，那我们就是会需要去维护它，然后去更新 AgentsLD。那如果你有使用 Spacey 的话，你也是同时要去随时更新这个 Constitution。那如果你是用 OpenSpec 的话，那这个好处就是你只需要去维护 AgentsLD。config 这边就是，除非你想要再针对这个 OpenSpec 有什么规则再去维护就好了。再来，先来带大家扩充 OpenSpec 的功能。那它预设就是只有 Core Profile 这里的功能可以使用。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扩充，让它连 Depend Profile 的功能也可以使用。这样，那我们就先来到终端机。那它的指令是这个 OpenSpec config profile 这样。然后它这边会问你要去改哪些设定，然后 delivery 和 workflow 是什么呢？delivery 就是说，就是 OpenSpec 你可以用 skill 去使用，也可以用 command 去使用。那 delivery 就是调你要用 command 还是 skill 去使用它。那 workflow 就是去看你要启用哪些功能可以使用。那我们就选择，然后这边他问你 delivery mode 要用哪些呢？那我们就是可以选 skill 跟 command 都想用。那接下来就是选 workflow，你想要可以使用哪些功能？那它预设就是只有这四个 propose、explore，然后 apply 和 archive。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功能都启用，哦 enter。那这边要注意就是它有提醒，就是要 run 这个 OpenSpace update，这样才是真的有改完。好，那这样就改好了。那我们来看 cursor 这边的 command，打斜线，然后 OPSS 这边就会出现 Spacey 的这些 command。那我们就来讲一些主要流程外的一些功能，像这个 explore 是拿来做什么的？就是在你真的要开发一个功能之前，你可以先跟就是 agent 讨论，就是该怎么做。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实做到一半，然后发现方向不对，不论你在哪一个阶段，都可以下这个 explore，再跟 agent 讨论，然后再往下做。或者就是还有个功能叫 verify，你在检查就是做的事情对不对的时候，然后发现问题，也可以下 explore 跟 agent 讨论。那我自己觉得 OpenSpec 这边比较可惜的就是，它不像 Spacey 有一些找错相关的功能，像是 Clarify 或者 Analyze。
那像 Spakey 的 Clarify 就是可以帮你厘清规格，找出你一开始生出来的规格有没有一些模糊不严谨的地方，然后去纠正它。然后 Analyze 就可以提前发现一些错误，就是找一下你这个规格做下去的话，那有什么潜在的问题，那提前修正。那 OpenSpake 是没有专门的功能啦，但是你其实可以就是用 Explore，然后后面接一些自然语言，然后请他帮你去 Clarify 和 Analyze 这样。那接下来介绍另一个功能叫做 Sync。那当我们的功能都做完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 Archive 的动作。但是如果我们事情还没有做完，就是做到一半，我们又想要把这个现在的 Delta Spake 合到 Main Spake，那就是可以用 Sync 这个动作。那事情都还没有做完，为什么要先合到 Main Spake 呢？就是如果你是在多人协作，不是只有你在开发这个专案，那做下去可能要比较久，或者你要想比较清楚。那你可以先，比方说，我已经先做到，像 design ND，然后就可以先合到 main spec，然后推到远端，然后让你的合作成员可以先看这样。那接下来来讲 onboard 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很有趣，它就是一个互动的流程，就是它会教你怎么做事情。就是你可以在比方说 explore 之后，然后就下这个 onboard，然后接下来它就会教你接下来可能要干嘛。如果你有用过那个，就是像 iPython 这种东西，就是它也是会跟你比较互动，然后就是教你怎么做事情。那当然不只是在 explore 的阶段了，不论是 proposal 或者 task 之后，或者 archive，你都可以把这个 onboard 叫出来，然后跟它互动。那这就比较适合，就是你一开始还不熟了，那等你熟了之后，应该就是不太会去用这个 onboard 的功能。像我自己是几乎没用过啊，就是学的时候稍微用一下而已，那之后都没有用过。那接下来来介绍这个 Verify，那它并不是帮你去找出错误，它是去帮你验证现在你做的事情有没有符合规格。那通常就是用在 apply 之后，你生出来的程式码有没有真的符合规格？那接下来就来带大家实战。那我就是做这个最复杂的流程。那其实把这个做完，等于说上面大家应该也就会都会了。那一样还是这个专案，那我们来做一个师资介绍。那就是根据我一个师叔的部落格，他有在介绍自己，然后来做一个师资介绍的页面。那我们就开始 new OPSX new，然后 prompt 帮我参考这个连接，然后做一个师资介绍的页面，然后就下去跑吧。好，那它这边 new 完了，那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 OpenSpake 劝局这边它多了一个资料夹，然后就是专门放这次的 Delta Spake。那之后都做完的话，如果 Archive 它就是会被移到这个 Archive 的资料夹里面，然后这次的改动会放到这个 Main Spake 里面。那接下来它就是叫我们 Continue。就来 continue 生这个 proposal。那我们来看 proposal 写了什么。它这边有讲，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动，然后改了什么东西。那看起来是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继续下一步吧。那我们来看这个 design ND，这边看起来就是有补一些技术细节，它要怎么做的。看它有讲到 main H screen，
然后如果有遗失图片的情况要怎么处理？好，那我们就继续下一步，再来 continue。那这里的 spec ND 就是针对这次的 Delta spec，然后很完整的详细规格，就是针对各个情况、各个 scenario，然后问发生什么事情，然后then要做怎样的处理，这样。那我们继续下一步来拆解任务。那接下来就是 apply，它就会开始撰写程式码。那我们就来看实际的成果。师资介绍，没错，是在介绍这位师叔，然后看起来也都正确。那我们就可以来归档。archive，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的 Delta spec 被放到这个 archive 下面，然后刚刚的改动就是放到这边的 main spec 这样。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下一集我们来好好的比较 OpenSpec 和 SpecKit 来做一个 Final Sort。那我是哲嘉，我们下次见。